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曾经的律师张展，因为在疫情期间去到武汉拍摄了一些民情疾苦，然后呢在网络上发布。就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法院呢在28号判处了他4年有期徒刑。寻衅滋事罪，这是可以安放在任何人头上的一个罪名。哪怕你是一名律师，你深知中国的法律，你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但是呢，只要共产党政府愿意，他就可以指使法院安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荒谬可笑，无耻。乌鸦三语一直觉得呀，中国的法律没有问题，中国的宪政制度也没有问题，共产党就是唯一的问题。中南海门口的那个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全他妈都是坟头上撒花椒，马鬼的笑话。觉得这样做了，那人民就看不见了。只要处理得干净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这不就是那个掩耳盗铃的人吗？这不就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人民越来越满意，政府越来越廉洁，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一个这个社会不好的事情让它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样的话政府才有去改进它的推动力。但是呢，我们这个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一位普通的中国人，一名所谓的公民记者。他因为去报道了一些武汉相关的真实情况，并且呢，这些情况是共产党政府不愿意让整个世界所看到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情况是丢了共产党自己的面子，丢了自己国家领导人的面子。正因为这样可笑的原因，张展呢在12月28号在上海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后退，就后退！不要拍了，不要拍了，不要拍了，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好，往后退，往后退。好，对。来，看到吗？后退，往后退啊！往后退，站立领导。说不好意思，向后退，我想。对于一个宣称自己是法治国家的政府来说，共产党政府一定知道宪法第2章第35条明确规定，公民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第2章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非因为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有第2章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有违法失职的情况，可以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打压、打击和报复。好，这几条用来搞笑的法律我已经念完了。给张展罗织的罪名呢是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呢是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的第293条规定了有4种情况满足寻衅滋事。第一种，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二种，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第三种，强拿硬要或者是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第四种，在公共场合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在2013年补充了一条利用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罪的规定，利用网络信息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或者是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是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还在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他人在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好了，法律法规说完了。法律没有问题，法院的判决却很有问题。首先呢，我们就要问一下共产党开的这个法院，张展采访的内容哪一条是辱骂、恐吓以及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张展发布的哪一条信息是自己编造的虚假信息？他的哪一条信息是在网络上组织指使他人去散布、起哄闹事，或者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如果有的话，那请你检察院拿出证据来，他的哪一条信息引起了公共秩序的严重混乱？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们法院判处张展4年有期徒刑的根据是什么呢？你们动用刑法之前难道已经先把宪法给跳过了吗？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第40条在每一个法院法官裁量的时候他们都是不存在的呢？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接受人民监督。
当一个国家有一个换不掉的政党和政府的时候，当这个政党和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时候，当这个政党和政府为了维系他们的脸面以及这个国家领导人自己脸面而不惜践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并且用刑法作为打击报复的手段屡见不鲜的时候，那么这些共产党贴在这些全国各地办公机关门口的为人民服务那几个大字，以及贴在中南海门口的那个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全他妈都是坟头上撒花椒马鬼的笑话。很多朋友都认为张展是一个肉身冲塔的人，似乎他并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做这样程度的事情，并且在他前边已经有很多的前车之鉴了，再多他一个无非也就是这样，他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呢，那么就说明你们已经认可了共产党把这个牵狗绳拴在你们脖子上这一事实了。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中国有1000个张展的话，中国早就已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了。把这些本该就属于人民的权利从那帮恶党的手上拿回来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更多的张展，而不需要像他们这样缩在最安全的角落来告诉其他人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因为这些人看似善意的这几句劝解，这才是真正捆住中国老百姓的那条狗绳，而不是共产党。张展曾经是一名律师，他对法律当然是很清楚的，他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理的，都是合法的。他去采访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政府的滥权，或者是政府的懒政，亦或是因为政府工作人员不懂法、不守法而造成的对人民的权益的侵害。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边啊，这些侵害是可以拿出来说的。电视台的记者，他拿着一份工资，他的本职工作就该是做这个事情的，把这个社会不好的事情让它暴露在阳光之下，让它暴露在大众的视野里边。这样的话，政府才有去改进它的推动力。但是呢，我们这个病态的社会里边啊，这些拿着工资的记者呢，他们因为恐惧以及对法律的未知，所以呢，他们不敢去做这个事情。正因为张展他并不恐惧，作为律师出身的他比所有的记者更懂法律，所以呢，他选择去报道这些事情，他去揭露这些真相，让政府一些不当的措施暴露在阳光之下，让人们有机会看到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并且呢，形成一种推动力，让政府有机会去改正它。这本该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人民越来越满意，政府越来越廉洁，这是任何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所拥有的共同属性。为什么偏偏在中国这个地方，它就会被视为洪水猛兽呢？原因只有一个，共产党的政府是一个换不掉的政府，共产党是一个换不掉的政党。如果他们做错了事情，如果他们做错的事情被人民发现了，那么人民就会怪罪到他们的头上，人民就会想办法把他们推翻。于是呢，他们就拼命的隐瞒，他们就使劲的掩盖，他们呢就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消除那些不一样的身影。他们觉得这样做了，那人民就看不见了，只要处理得干净了，那么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这不就是那个掩耳盗铃的人吗？这不就是那个没有穿衣服的皇帝吗？当中国的法庭，当中国的法律已经变成一个笑话的时候，张展没有回答任何一个审判长提出的跟案情相关的问题，因为如果再配合着他们去做一些法律的辩解，那是对法院这2个字的侮辱。当审判长向他核实个人信息的时候，张展不但没有回答，反而反问审判长，你不觉得你把我推上被告席，你的良心会告诉你这是错误的吗？当审判长再次提问的时候，他没有回答审判长的问题，而是对他说，在你纠正你自己的错误之前，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是审判你的法庭，不是审判我的法庭。当公诉人问张展他什么时候到的武汉，以及他的报道是否客观真实的时候，张展告诉公诉人，这个国家之所以衰败，正是因为有你这些荒谬的问题。国家的恐惧来自于对人民的不信任。说完这句话以后，张展在剩余的庭审过程中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有很多沉迷于中国历史的人，他们很容易的就把今天的中国联想到大秦。那么请相信，中国共产党就活脱脱的是那个赵高和他的阉党集团，他们结党营私，独揽大权。放在今天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这个政党，他们这种思想体系，他们这种自欺欺人似的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比别人有能力，比别人聪明的态度，让他们做出了无数愚蠢的事情，无数愚蠢的决定。这个政党呢，他把他们的所有党徒变成一种非人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可以付出所有，可以牺牲一切，可以忽略掉自己是一个人这样普通生物的事实。他们这一群人啊，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引领整个中华文明的走向，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会在这个世界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记号。我就想说啊，这一帮长不大的孩子，他们真的是太天真了。我敢说，在不会太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对着自己的孩子说，我们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又经历了100年恶党乱政的时期。但幸好的是，我们都已经走过来了，那都已经是历史了。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朋友们，下期再见。也祝张长在狱中健康。